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8号星期三，回大阪了。昨天中午回来的。这次和北京马拉松之后不一样，北京马拉松之后是全休了1天，第2天恢复晨跑、轻松跑。今天是休了2天。为什么休了2天了？因为周一一早从东京没有直接回来，去三宫有马温泉待了一晚。之前去过一次，这是第2次了，但是家属只是这是第1次，上次因为是公司的旅行，还不错体验，而且这边也在振兴旅游恢复，所以给发优惠券，就是消费券。你知道提交接种疫苗的证明，在酒店入住的时候给你4000日元的代金券，就能在周围餐厅啊、商店呀、什么的消费可以直接用。今天轻松跑啊，这2天泡温泉，然后会觉得肌肉更松弛。这就是为什么赛前我说比赛前那几天千万不要太热水泡澡、洗脚、泡脚什么的，都不只是前1天，前3天都不建议做的。最后1天，比方说第2天比赛了，前1天晚上你要洗澡，水都不要太热。昨天没有练，所以说今天肌肉疲劳还是很明显的，主要集中在2个大腿的斜前侧一点和后侧，小腿、脚都没有问题。今天就聊聊这场比赛，简单复一下盘啊，因为不会像北京马拉松那么认真复盘，因为北京马拉松确实是相对准备的认真些，跟大家分享分享见闻、心得、经验，好吧？行，那咱一会儿换个视角聊啊。行啊，那咱们开始聊。先说设备，拍摄设备是 Insta360 Go 第2代，但是我估计很快会出下一代了，很期待啊。这个小相机啊，在光线好的时候、天气好的时候，表现的相当不错。你们看我昨天视频的片头就能知道是怎么把相机别在头上的。而且很轻，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池。我这个是32GB 版的容量，你要是反正从来没拍满过，因为像这种天气，在户外这样拍最多2公里多一点，就我的配速就没电了，就得放回盒里充电。夏天的时候极限是4公里，大家看我去年故宫那一圈的冲刺，对吧？3分20、3分25的配速，一圈4.3公里不到吧，可能没拍完没电了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所以昨天呢，34公里和41公里是马路的正对面，34公里家属把相机给我，35公里的时候我放在头上，到36公里拍了东京塔。拍到将近37公里，关掉，放回盒里，拿手里，我手里一直攥着这盒来着。昨天从34公里开始，就这样，就这么大，比 AirPods 这盒大一些。如果放上相机会比较沉，不放的话还行。然后搁盒里搁了2公里、3公里，我为了保险肯定能拍到冲刺，我是在41公里过了以后才又开机戴在头上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是走路，或者你就是把相机放在盒里，把盒打开这样拍，它就没问题，因为这盒有电池啊，电量就没问题，肯定是可以把容量拍完的。所以看下一代的表现，我原来想过魔改一下，就是改一个充电的，线能从我帽子上这扣里引出来，然后身上带个充电宝。后来一想，算了。然后记录设备，
虽然在视频上显示的总距离是解析软件会有一些问题，它会多显示一些。实际上我跑了42.5公里左右。昨天是2套设备，左手是 Apple Watch Ultra， 距离和配速来自于它自己的 GPS， 只有功率和步频来自于脚上的 Stride， 心率来自于胳膊上的 Polar 的心率带。右手是高驰 Pace2， 区别是高驰的 GPS 只用来画图，配速和距离都来自于脚上的同一个 Stride 最新一代，然后心率也是胳膊上的 Polar 心率带同一个，只不过苹果这边用的都是蓝牙协议，高驰这边都是 ANT 协议。ANT 协议相比于蓝牙，相比于现在的蓝牙已经没有蓝牙稳定了，有的时候会偶尔断一下。但是很多蓝牙的附件好多都不支持同时连2个设备。事实证明，这种双频的 GPS 在城市马拉松已经表现得很不错了。昨天苹果这边只是 GPS， 它的记录是43.2，也就是说比我实际跑的多了700米左右。东京的高楼大家是看到的，虽然它很多赛道都是在没有高楼的地方，但是有集中高楼的地方，都是在这些地方出现了一些偏差。Stride 就跟这些没有关系了，就很稳定。大家看到视频里渲染出来的数据是 Stride 这边的数据，不是 GPS 的，所以看到配速会比较稳，对吧？这是昨天的记录设备，所以我总结就是，如果你想追求一个目前能做到的城市马拉松最准确的配速和距离，我很推荐入手最新一代的 Stride。无论是在国内生活，在国外生活，都可以在官网下单。国内它也是用顺丰发货。如果您不介意用我那个叫什么推广链接，我每个视频的描述区都有啊。我不会获得优惠，您也不会，就是没有真正的钱。但是呢，应该是我会获得他的会员的时长。那天和澳洲那几个小伙伴，他们还聊说，问是不是必须要买会员？不是的，那些会员只是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分析和训练计划。如果你就用它做记录，就像我这样用，会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我现在也不是会员，我觉得那个会员的价格不划算。然后说说补给，这次都没带能量胶去，在博览会现买的。但是我觉得一场马拉松，尤其这种难得的大满贯赛事，就吃好点呗。你看昨天那4条能量胶不到200块钱，也就这样了。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活动？都是一样的衣服，看了吗？跑的都不慢呢。可能是小型的小比赛，这边有不少这种小型的小比赛。然后补给是2个咖啡因的，2个没有咖啡因的。比赛前喝了500毫升的，那个品牌有一个咖啡因的冲剂，带咖啡因的糖水，白色的，没喝完，喝了1多半。开赛前就没吃能量胶，因为没有第5条了。吃了1颗盐丸，身上带了4颗盐丸和1颗咖啡因胶囊，不是缓释胶囊啊，就是咖啡因的药片，200毫克的。然后8公里吃了1个普通能量胶，14公里家属递给我1个咖啡因的，16公里的时候吃掉，22公里吃了赛会的补给，
之后25公里吃了普通能量胶，然后30多公里的时候，32公里吃了个赛会的补给，34公里好像吃了最后一个咖啡因的能量胶，然后咖啡因的那个药片是在30公里的时候吃掉的，28、9的样子。之后盐丸就是8公里到10公里一个，最后2个都是不吞服，直接含嘴里。它那就是药片，不是胶囊的，就含化了，嘴里慢慢往下咽，特刺激。水呢，就是每个5公里都进，就是饮料站都进，他们都是宝矿力，这点有区别于几乎所有的马拉松赛事都是加德乐，对吧？我觉得宝矿力挺好，没那么甜，弄手上也没那么黏，但是缺点是他们给的纸杯太大了，是那种普通的饮料纸杯，不太便于喝，就是仰头会仰的比较明显，其他都好。然后中途就2个5公里之间的普通水站进的不多，进了2、3个。最后一次进补给站是37公里的那个普通水站，喝了一口，洗了洗手，因为手被能量胶啊什么的会粘，因为我要拍摄了。补给策略啊，然后比赛策略就没有策略。昨天、前天，抱歉，大前天，哇，上周日，对，就是顺其自然的跑了，因为之前这次准备的真的不充分，也没有去做饮食，也没有去做任何的功课。哇，他们都跑了一圈了，真快真快！这应该是个小型比赛。一开始我是按照，本来我胳膊上写了一个条，写了3个时间，一个是2小时55，一个是2小时50，一个是2小时45，对应的配速和到第30公里的时候的时间。反正像2小时55还是2小时50，我忘了，4分01就可以。一开始就按照这个计划的。然后因为起跑靠后嘛，跑不太开，大概前2、3公里都比较慢，而且左右穿插和加减速。大家看我分享那个视频里那个图，前几公里的那个波动比较大，但是也还好，就是你真的就是可以的话，不会被这个影响太多，可能影响最终1分钟左右的完赛成绩吧。虽然最后完赛成绩还行啊，但是其实和有准备的比赛体验是不一样的。就是第一，心态比较放松，但是呢也有不足，就是身体上准备不充分嘛。在23、4公里的时候，会有那么一阵儿比较的难受，大概在28、9公里的时候就好了。我在20公里，对面是28公里的那个折返那儿，看见了男子第一集团，还看见了大破节。但是我老觉得他这身衣服不太好看，个人建议啊。我看弹幕也有小伙伴说东京马拉松的最后1公里觉得特别长，就是觉得特长，路也窄那条路。感觉啊，但是体感特别好的那个状态是32公里左右，就那条特宽的，到周末就变成步行街的那个3月百货那条街，我那感觉太棒了，路特别宽，我在正中间，两边都是各国的游客集中的地方。浅草那儿虽然游客更多，但是那儿我老觉得乱七八糟的，个人意见啊。然后30多公里以后就
就很正常了，因为过30公里我就开始看，准备34公里拿摄像机，这东西挺不好递的，对吧？家属就是这样，手托着在路边，然后我一拿，家属穿的在这边买的优衣库买的羽绒服，结果呢，这边人也好多穿优衣库的羽绒服，哎呦！而且不像去西方国家参赛，一眼能认出来，这儿面孔也差不多。他跟我都比较的努力，能拍到真的很开心。3月8号星期三清晨6点29，训练结束啊！今天就是轻松跑，恢复肌肉的状态，10公里，挺慢的啊，51分钟，5分07的配速，136的心率。步频196，功率195，状态还行，跑一跑，肌肉的延迟性酸痛会好很多。今天下午再做力量训练，核心的激活一下，然后明天应该还是恢复。这4天应该都是在恢复训练。刚才录一半没电了啊，然后还有 B 站的小伙伴，比方说周关云发了视频拍到我，给我喊加油。但是很抱歉，当时确实没听见，看到您还追了几步，还是挺感动的。毕竟异国他乡嘛。然后那天博览会看到的高驰站台，高驰那位同事也在赛道边上给我们加油。后来他给我发了消息说他喊加油，我还回了，但是其实我并不知道是谁啊。当时还行，体验还是很不错的。但是呢，也有很多缺点，比方说起点的卫生间设计啊等等，而且明显能看出，因为这3年造成了很大的经济的冲击，主办方可能也是，确实是没有以前有钱了。2016年我来跑东京的时候，完赛包特别的棒，那时候完赛包里特别浮夸，还有一根香蕉，那香蕉是什么呢？就一根香蕉，然后那香蕉外头呢是一个香蕉的形状的黄颜色的塑料的盒子装着的。现在感觉确实是有些遇到了一些小困难哈，而且他们就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性格。日本这边呢，虽然我待的时间还不长，但是这些年也了解，包括现在也了解一些，就是他们是以不犯错误为出发点，就是他可能这件事儿啊，比方说可以更好，但是呢会有风险。然后呢，一方面另一种选择呢是比较稳妥，他会选择后者。就比方说照片像有的马拉松照片是直播，像国内很多马拉松照片都是实时直播的，然后会越来越多，然后到某一天就不再更新了。这种呢，好处是说是很快我回来就能看到，但是坏处呢，那时候我就老去刷它那总数，它什么时候不更新了我才去下载。东京这边呢是好像是要到10号才能出照片，但是它出应该就是全部的。包括你们看好多英文的直译发音，比方说像麦当劳，像我们的做法呢就是上口，然后简洁好念，对吧？他们不是的，他们的逻辑就是不要放过每一个音阶。这个大家知道一点的应该也都了解，这个都是互相的，有好有坏，大家应该取长补短，而不是互相揭短。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。总之东京组织还是不错，但是人太多，38000人据说是吧？而且好多大家看到的网红，我昨天才知道说在完赛以后我拍的视频，就这个视角拍的视频，我的右后方有一个日本跑步的大网红，在 YouTube 上有3万多观众的一位，回头看看关注一下人家。然后还说像有一些在抖音上活跃的中日家庭，有的也是在赛道上参赛，挺不错的。我也看评论区有小伙伴也来参赛，说是起跑特靠后，跑了3小时39，但是半马可以是127水平的选手了。您肯定是可以轻松的330的。确实一开始的拥挤会造成一些问题吧，要看拥挤的程度。主要东京的前几公里都是下坡，本来是比较好跑的路线，如果没有发挥出真正的水平，或者怎么样消耗了更多的体力，在后边那个半程左右那段，就是
横跨这个桥的那几个桥的上下坡还是挺熬人的。今天跟大家伙简单的分享了一下这次马拉松的经历，不能算是严谨的复盘吧，但是算是一些不成熟的经验经历的分享，也大家后续参赛可以从我这儿取长补短吧，因为3月19号就是无锡了嘛，对吧？这个周末就是下个周末了，应该小伙伴们要准备起来了。如果想冲成绩的小伙伴，好吗？那就这么着，关于这个马拉松的分享、比赛的分享、经验的分享，这几期陆续跟大家聊吧，行吗？最近也会换设备，评测一下试试看，到时候大家等我的视频。最后再感谢一下所有屏幕前的您，我看到有人说在五星体育的直播间有好多小伙伴给我加油，非常感谢所有的小伙伴们，然后也致敬所有的跑者，好吗？那我们就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那咱们加油干，明儿见。